全世界，带您探索这个世界。欢迎收看《帝国之都进化论》，聚焦欧洲3城记。我是舒梦兰。一个国家的首都或重要城市，往往能看出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甚至能成为全世界的典范。今天就要带您看3个分别在社会、文化和经济影响着全球的重要都市。第一站是阿姆斯特丹，它是荷兰的首都，也是最大城。人口虽然只有84万，但却有250种国籍的人共同居住在这个城市里，而每年造访的观光客更高达1600万人以上。17世纪的荷兰是一个称霸海上的大帝国，透过荷属东印度和西印度公司，在亚美非3大洲四处殖民，也包括在南台湾长达38年的统治。擅长贸易的荷兰人当时就建立了全世界第一间证券交易所。几百年过去，现在的阿姆斯特丹依旧是欧洲最重要的商贸之都，但自由与创意更让这个城市充满多变的魅力。Morning peels back all of the dust from the months that lay hollow to remind us this is how it is. 波光粼粼的河水反射着岸边华丽的山形墙建筑，还有独特的漂浮船屋，眼前景象是那么的浪漫与亲切。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也是第一大城。夏日的此刻，正等待着从四方而来的旅人挖掘它的美丽。而游运河正是领略这个城市最好的方式。阿姆斯特丹在12世纪之前只是一个小渔村，后来靠着贸易的迅猛发展，缔造了17世纪的黄金时代。它一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和金融中心。17世纪的海权时代，荷兰商船不但在世界攻城略地，更打造了160条环状运河，围绕着市中心老城区，总长度超过100公里。纵横交错之下，分隔出90座岛屿，1500座桥梁。同心半圆形的运河规划，将阿姆斯特丹的水陆城乡紧密连结，均衡发展，堪称是最成功的都市规划典范。2010年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即使是最寻常的街道，仿佛也充满无限灵感。临着大海的地理位置，似乎也赋予了这个民族惊人的宽容。从文艺复兴时期就延续的自由思想，始终在这个城市中传承。因为在运河同心圆的市中心，也是城市最古老的德瓦伦区，就坐落着驰名世界的红灯区。红灯区在阿姆斯特丹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到了2000年，宽容的荷兰人让所有的橱窗女郎都合法化，也因此红灯区成为阿姆斯特丹最特殊的一种风景，就此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旅人。运河两侧灯红酒绿，夜晚春色更让人心醉沉迷。Window Girl 橱窗女郎是阿姆斯特丹独一无二的风景。世界航运中心的地位，让各地的水手船员都会在这里歇脚，红灯区由此诞生。卡萨罗萨是红灯区最老最大的娱乐业者，拥有多家秀场、酒吧和博物馆，也是当地除了警方之外的最大势力。因为顶着合法的光环，对于我们的采访大方接受，还派了200多公分高的巨人保镖戒护。
因为在红灯区是不能够拍摄的，对不对？在红灯区里面是不能够拍摄的，因为所有的女郎呢，她们都属于是个体户。然后呢，女郎呢，就是有自己的肖像权，没有经过人家的同意，你不能进行拍摄。所以呢，他们就是不会允许你去拍摄之类的这些东西。这里呢，就是我之前给你们说的，就是一线天就在这里。这是个非常非常窄的窄道，两边呢有橱窗女郎。你们可以看这个窄道是非常非常窄的。我们往前走一段呢，它前面就开始有女郎了。比起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主街呢，他们的生意会更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人流量很低，所以他们更容易跟客人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短短30公尺的窄巷，只有跨2条运河的红灯区，竟有高达500个橱窗女郎，每间橱窗还分3班制，可以想见性产业在当地的盛况。而另一个伴随性产业也让人忧心的就是毒品泛滥。Coffee shop 咖啡馆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喝咖啡再普通不过的地方，但是在阿姆斯特丹你要特别当心，因为 Coffee shop 意思是专卖大麻的咖啡馆。这间名为 Bulldog 斗牛犬的咖啡馆是阿姆斯特丹第1间大麻专卖店。创始人亨克·德弗勒斯在红灯区长大，40年前用自己的斗牛犬当作招牌，开了这间咖啡馆，把大麻装在火柴盒里贩售，进出警察局好几百次。直到80年代中期，荷兰政府开始对大麻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容忍政策，也就是使用大麻还是违法，但却有条件的容许民众在家或是这样的咖啡馆里抽大麻。You need to be 18, no hard drugs, respectful behavior, and where you can smoke marijuana, but limited. You cannot smoke, you cannot buy a kilo. Maximum per person is 5 grams. And this is part of Amsterdam as a liberal city, 走进咖啡馆的地下室，这里就是大麻的贩售点。整个空间烟雾弥漫，充斥着奇异的味道。电脑荧幕上列着大麻种类和价格。大麻在台湾是非法的毒品，即使在荷兰，我们依旧遵行着法律，但却是看到其他顾客轻易的就买到大麻。It's not legal, it's not illegal. So what is it then? It's something in between. It's tolerated. Yeah. And we are already working 40 years very hard. Please, guys, come on, let's make it legal, In all these 40 years, I think a lot of the locals visit us. But the majority is tourists, is outside. 90% tourists. On one day, maybe about 100,000 people. I think it's the oldest part of Amsterdam,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people want to see it, I think. It's unique. The people who visit Amsterdam, they bring a lot of money. When they complain abou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they better not gonna live in this part of the city. We had 76 coffee shops in this really small area, 500 windows for prostitution. More and more evidence that some cases were in hands of human traffickers. 受不了总是被当成世界性都或是毒品天堂的形象。2007年，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推出了1012计划，1012正是红灯区的邮递区号。官方斥资了好几千万欧元，从地产大亨手中买下一批橱窗，将原来500个色情橱窗关闭了100多个，等于缩减了30%，就是要打破色情业者和犯罪集团的网络，改变产业结构，提升阿姆斯特丹的形象。于是，一整排的橱窗女郎一半变成了咖啡馆、cheese 店。马塔哈里几年前是红灯区最知名的赌场，而现在则是阿姆斯特丹人最爱的餐厅。
Really big challenge to open a restaurant here, because this is a really famous neighborhood worldwide. But for people from Amsterdam, they don't really like to come in this neighborhood because it's too touristic. Yeah, a lot of drunken tourists. 75% people from Amsterdam and 25 tourism, and it worked. 而对于大麻咖啡馆的数量，政府也开始踩刹车，局限在250间的范围之内。阿姆斯特丹人试图在自由与放纵之间找出平衡点，只要发现不对劲，一股改造的力量也油然而生。渡轮，我们来到阿姆斯特丹北岸的 NDSM， 这里是全都市最有创意、最有活力的艺术区，一共有250位艺术家进驻。但在几年之前，这里其实只是一个废弃的旧港口。NDSM 是荷兰造船与码头公司的缩写，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公司，全盛时期雇用了高达8000名工人。但80年代产业转型，荷兰航运没落 ，NDSM 因此破产，整个码头也遭到闲置，只剩下空荡的厂房和机具，一度成为游民的栖身之地。但几年前有了大改变。I'm Claire from Taiwan. Nice to meet you. Eva 是 NDSM 创意园区的灵魂人物，这几个彩色货柜就是她的工作室。Chinese sign. I love I love this sort of old shops where you could buy all this stuff. And these are old chairs, yeah, from a cinema. 当造船厂废弃时，阿姆斯特丹政府原本打算发包给开发商，打造一个像纽约曼哈顿一样的水岸金融商业中心，但是立刻遭到荷兰社会住宅协会和艺术家们的群起反对。Eva 和10几个艺术家提出了由下而上、永续发展的另类商业模式。But the whole master plan for the Manhattan development was all buildings shut down, all replaced by new buildings. While we believe you should also build from historical structures, because these old buildings tell a story, they're authentic, they tell us about our roots. So we really fought for maintaining these beautiful old buildings, and also to make the city aware that it should not all be high market prices. It will only be for very rich people. It doesn't make a city diverse. 艺术家们和想要参与的市民，大家5100的共同集资了3000万欧元，将占地8.6公顷，相当于10个足球场的废弃船厂，自盖自建，打造成多彩创意的艺术村。Oh, this is my balcony. Such a beautiful old building. We really restored it with respect, and we left as much as we could, left it in. Jerome 是第一批进驻 NDSM 的艺术家。That is a project I did for Macau. Oh, okay. But I still wait if it's going to be built or not. I don't know yet. That is a part of a project I did in Osaka. 宽敞的工作空间，这是在寸土寸金的阿姆斯特丹想都不敢想的奢侈。It's about 800 euros. 800 euros. But that's exceptional because we built this ourselves. So we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to build it ourselves and bought the materials also. Yeah. So that makes the rent really low. 从公文申请、得标到开发、盖建。Eva 和其他250名艺术家花了17年的时间，终于打造了让国际惊艳的创意园区。不但让废弃船厂改头换面，更成为阿姆斯特丹人最爱的艺术聚落，时时举办文化活动和艺术节。
人潮带来了商机，包括希尔顿饭店、荷兰最大的连锁超商黑马，共400多家公司进驻，甚至还有一个利用旧的起重机盖成的奢华饭店，一晚要价500欧元，相当于台币18000元。17 years ago, everybody thought we were crazy. You know, it was very cheap. It was only €4 per square meter. Now it's €180 per square meter. 虽然没有成为运河畔的曼哈顿，但艺术文化带来的能量，又让阿姆斯特丹再一次验证它的自由精神。而这股仿佛是与生俱来的创新思想，也跃上了餐桌。